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莫老师好，两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你们好。我叫方浩，来自湖北武汉。哦 ，Hello， 好香。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做志愿服务。马宇哥。男嘉宾你好，这边我想问一下，你说的志愿者服务是一定要服务于某一类人吗？没有这个，可能就是一些公益活动或者社会活动都 OK 的。那如果是救助小动物呢？可以啊。也可以的是吧？对，我参加了一个小动物保护协会。好的好的，谢谢男嘉宾。还参加过哪些呢？在疫情的时候也做了志愿者。你就是传说中的大白。对，是的。包括社区啊、街道这种基层服务，以及一些公益活动。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你忽略生活中的一些小确幸。24号。你指的这个生活中的是一些细节是吗？这个小确幸，可能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行为或者一个事情，比如说你下班了，对吧？你看到路上有一只猫、一只狗，平时可能你注意不到，但今天我发现了，然后感觉它向你贴过来，然后在你身上依偎着你，那我觉得其实还挺感动的。对，以前我也是会这样。下班的路上啊，我会因为一片树叶或者一只蜗牛，然后进行拍照留念。这也是我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发现的一些小美好吧，我是这样觉得的。对的。哎，我好奇，男嘉宾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记录这种小确幸呢？拍照或者写一首小诗？当下可能会拍照，然后也会打开备忘录，记下今天某一刻的一点小事情。一些小思绪、小感受都会在做一个文字的记录或者图像，这个很好。前天下班的时候，我开车回家，在桥上看到，就在地平线的那头，河流、田野、红色屋顶的村庄，那个太阳正好落在那个地平线上，整个天空都是玫瑰色的金光。我马上就在看最近能停车的地方。等我找到地方停车了，跑过去，太阳在最后那下沉的非常快，所以我跟你说，在我的包里边随身带的东西里边，一定有一个小的相机。那你看到夕阳那一刻是什么感受呢？太美了，你知道吗？太美了。有那种幸福感吗？是，这就是他说的那种。对了。来看片子吧。好的。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一路人生，去开拓，去期待，去热爱。我叫方浩，27岁，地产公司商务经理。刚进营销部门，只用1年时间就把销售额做到了武汉地区第3名。工作虽然辛苦，但生活总是充满惊喜。加班错过了末班车，我发现喧嚣过后静谧的街道。工作熬了大夜，让我邂逅了城市的日出。随着人生经历的丰富，我开始为自己的圈子做减法，像朋友的生日聚会，这些我能推就推掉，剩下的时间我会留给家人和好朋友，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20年的那个春节，我成为了一名志愿者，协助社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不知不觉就做了2年。这2年我觉得变化还挺大的，烦恼肯定是有的，但是总会有些事情让我觉得很温暖。生活中我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热爱运动，所以我爱上了小众且需要团队协作的摇旗橄榄球。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下班后换上轻松的运动服，奔跑、攻防、
在一阵阵欢呼喝彩声中，将生活的烦恼抛之脑后。运动过后，一顿宵夜必不可少。二中门口的吊子鹅汤，27路上的牛骨头。我是朋友圈中的宵夜军师，朋友们拿不定主意，一定就会想到我。如果未来的你也是一个爱吃美食的女生，那么你只要跟着我一起，就能吃遍整个武汉。这个运动我还头一回听说。对呀。腰旗橄榄球，它和传统橄榄球的区别，稍微给我们解释一下。传统的橄榄球它会有装备，然后有碰撞。腰旗橄榄球它不需要过多的装备，一个腰旗一个球，大概10到20个人员。怎么就要赢了呢？如果你是攻方，你的目标就是把球带到对方的端区。触地。对。如果你是守方，那你就尽可能的把持球人的腰旗拔掉，那本次进攻它就属于死球，需要再次发起进攻。你要不要找个人给你展示一下，让我们看看？来来来。你的目标就是拔掉我身上的腰旗。两边都可以，我会分别挂在腰的两侧。好，开始。Round 1。哎呦，哎呦，哎呦。哇！哇！哎，厉害呀！反过来一局，女生榜上。Round 2。哦，哦，哇！这事儿我怎么觉得没有什么难度呢？打我身边过，嘣儿拽下不就完了吗？他们刚才应该没有采取更多的什么晃动啊、假动作啊。对的，因为可能现实比赛中，他不可能站在那个地方等着我去持球过。我也会有一些战术，可能我会往这边跑，可能我会跑 G、跑 Y 或者跑 S， 都有可能。并且会有队友协助我做假动作。啊，能在地上翻滚吗？这种？可以翻滚，你的球不掉就 OK 了。但基本不会翻滚，基本是持球跑。是的，因为翻滚速度太慢了。对了。5号。男嘉宾您好，就是我听你讲话，我觉得特别亲切。因为我也是湖北人，然后我觉得我的普通话好像比你标准一点点，就是我觉得你是完全前后鼻音不分的那种。你能分清了吗？就是牛年牛奶，牛奶奶爱喝牛奶。就我自己是分不清楚的，你可以吗？我应该也分不清楚吧。陈明老师可以分清楚吗？牛奶，流浪还是能。但是你们俩的问题，鼻边音是一方面，那最主要的是平翘舌的问题。你刚才那句话也蛮可爱的，你说我比你标准一点点，标准，真的是很标准的，卞秋月。男嘉宾你好，刚看你的 V3里面有说那个你非常喜欢美食是吗？我很喜欢美食，也很喜欢做饭嘛，就是我会关注很多跟美食相关的纪录片。印象最深的是叫《过早》，对，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去尝试，我就觉得过早的美食有好多好多啊。我已经不能想了，要流口水了一些美食。是的，武汉这边
过早就是他们吃早餐的一种称呼，然后每条街都会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百年老店或者是传承的老店，包括藕汤啊，刚刚视频中提到的，这个我可喜欢了。这个就是吊子藕汤，陈明老师应该看到过。每家都有。小时候姥姥姥爷在一到周末周日就会煨一个冬瓜排骨汤，一个这个排骨藕汤，所有的家里的2代3代，然后全部聚集到一起，然后吃一大顿。早饭就吃很多吗？早上的种类很多，路边一个小店，早餐的菜单有40到60样。那你们要花多少时间吃早饭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们要花多少时间吃早饭呢？很快，过早的，你听这个“过”字，它咻就过了。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我还是特喜欢拿在手上吃，就到那儿买了拿着就走。所以你看热干面没有汤。哦，为了方便。我觉得跟这个码头文化有一定的关系。陈意涵，男嘉宾你好，就是您这夜宵的频率高吗？其实不高，我可能比较喜欢吃美食。吃美食，刚才没有说，我还没注意他这个吃美食。因为我就是从来不吃夜宵的，就很少，一年差不多吃夜宵次数也不会超过3次。如果你的另一半是这样子的，你会？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你想吃，我会给你做。因为我可能比较喜欢运动，所以我代谢比较快，少吃多餐，一般是这样的。明白。他说这个给朋友圈做减法。认为自己朋友圈通讯录人比较少的举手，我看看。范浩然有多少人？就不到100个。啊？不到100个人？全是你们家亲戚。我亲戚的微信很少，我只有特别好的朋友才加微信。然后别的就是随缘。可是你历届的毕业的同学学生数都超过100人了，这同学你都不加？我高中的时候，我爷爷是我班主任，我没有手机。哦，这个就好理解了。哦，然后你看，就100个人，你朋友圈多少人？有1000多个人，这比较正常。现在正常啊。我都以为我自己算少的了，其实也不少，这跟他一比就多了。2号。Hello， 男嘉宾，就我朋友圈有5000个。也有过想法，就是去做这种朋友圈的减法，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其实我提到的这个减法不仅仅是指微信的朋友圈，而是指我自己的社交的一个生活圈。微信去做减法，其实我很少去做这个动作。我加到你的微信之后，可能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我会把你设置为免打扰。我特别怕我的微信有消息提示。我生活中其实会有做减法，但是有的时候发现人数很多的时候，去删也会觉得不礼貌嘛。对，确实。然后的确想寻找这一方面的减法。OK， 谢谢。陈意涵，我是每3个月就会清理一下，我觉得就是不常联系的，或者说也没有必要留着的，我就会把他们删掉。包括还有一些群嘛，我觉得也没啥必要的或者什么，我就会退群。但我好像很难做减法。甚至有些朋友去世了以后，有时候偶尔翻到他了，哎呀，就默默看一眼，好像也是一种纪念。去世的确实，我也有留着的习惯，你会留着，而且我很早录过的一档节目当中的战队导师是李咏老师。后来李咏老师去世了，但是他后来很久，基本上每年我还会给那个号发生日快乐。哎呀，好感人啊！就是我很理解黄老师说的，是某一种存在。对，其实有时候需要一些存在。好，看下一条片子。感情中，我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我不想要没有物质基础的闪婚。曾经有一段感情，我们相处了半年，他提出要结婚。在他的想象中，婚姻只有浪漫，而对于刚工作1年的我来说，考虑现实会多一些。
我当时有考虑过几个问题：我是否准备好了？我们是否有共同的目标？我是否能够承担起婚姻背后的风险和挑战？这都是我有考虑过的几个点。我想了很久，但最终因为结婚实际问题，我们没能达成一致，选择了分手。我想要的另一半是一位成熟自信的女生，在面对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只有2个人考虑的更加成熟和稳重，这段感情才会走得更远。相处中，如果我知道今天他工作会很忙，就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去找他。在我看来，这样的不打扰就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希望未来的你能读懂我特有的浪漫。如果有一天我察觉到你的小心思，你看这个很好看呢。我会先装傻，哪里好看？那再看看别的吧。然后我在趁你不知道的时候，偷偷回去买下来，给你一个小惊喜。如果我们吵架了，我会适当的示弱。第2天你会在公司收到我的一束花。下班时，我再带你去吃好吃的。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也许我们就会是最合适的一对。我们认为闪婚多快算闪？半年。哦，半年。对。其实我觉得闪婚这个东西我也可以接受，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有物质基础。哦，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22号，我比较持中立的态度，因为每个人对待感情的方法不一样。在这种快节奏的这个时代里面，我觉得一见钟情也是有的，短短认识几天或者几个月就领证了，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2号。南嘉宾你好，所以你觉得半年属于是很快的一个节奏了，是不是？对。那如果你正常的一个谈恋爱，你觉得到可以结婚的那个阶段的时候，是应该多长时间呢？1年。我定义的闪婚是差不多1个月就可以结婚。然后我以前是一个恐婚的人，但是现在的状态是渴望婚姻的，并且可以接受闪婚的。对，就如果是一见钟情，或者是觉得3观很正，可以生活的话，其实没有物质基础的情况下，也是可以2个人缘定终身的。我觉得稳定的婚姻需要有爱情，也需要有面包。4号。男嘉宾您好，那么你提到了这个物质基础的话是怎样的呢？具体的一些内容？就比如说双方都有成熟稳定的工作，然后这是第1点。第2点，可能我们不会为了一些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去烦恼，比如说房贷啊、车贷啊，每个月可能入不敷出。再考虑到结婚、成立一个自己的小家，未来有一个小孩，那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压力。你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有房有车有存款，对吧？那么你需要多少年去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呢？我现在已经达到了。好的，谢谢。20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刚有留意到你说你的工作很忙，我想问一下，如果您在跟女生交往的时候，她因为你长时间工作没有时间顾及到她，她生气的话，你应该会怎么哄她呢？首先如果她是我的女朋友，她肯定会支持我的工作，对吧？然后当我工作很忙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她，我最近可能会有一个项目，大概会忙2到3天。等我忙完了，我一定会去带你吃好吃的，我们去逛街都没问题。我相信她爱我，一定会理解我。挺好的。24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未来的女朋友和你不在一个城市，你如何来权衡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在哪里都可以，只要和你在一起，这是我的一个原则。我可以去尝试在你的城市找一份另外的工作都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有商讨，要有规划。给你点赞啊！你跟女朋友吵架了，你会把花送到她公司去，为什么不直接当面送给她呢？其实当我们2个吵架的时候，可能她不回我消息，你说再多她还会再生气。那这个时候我送到她公司，
同事看到，哎，你今天收到一束花了，我的女朋友可能会嘴上觉得无所谓，心里肯定会很开心，因为大家的目光都投到这边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会跟她说，花收到了吗？别生气了，对吧？晚上一起吃个饭，我觉得她应该会同意的。他还挺懂的，也挺会的。最后一个问题，江淑琴，如果现在让你选择有一个女生长得很知性干练，但她内心很小女人，还有一个女生呢，外表是娇小可爱的，但是她内心很大女人，很干练，你会怎么选呢？其实成熟本来就是一个内在和外在的，你不一定每时每刻都很成熟，在平时的生活中，你可以对我撒娇，但是在外面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独立一点。现在留灯的是20号、22号，有请20号、22号。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23号。哇。房号的智推女生是也已经在台上了。智推女生是23号李翠怡。男生积极阳光，感性有型，爱美食，爱甩汗，是一个努力拼搏又善良可爱的大男孩。感情当中享受与另一半身体和灵魂的链接，很会给另一半小惊喜、小浪漫。女生健谈活泼，热爱运动，内心传统且能量满满，有明确的底线。两个人的价值观高度重合，年龄和硬件条件也都非常合适，都喜欢生活中的仪式感，是相互欣赏、彼此成就的一对互补型的恋人，供两位参考。来看3个女生的基本资料：董星河，我喜欢的，我讨厌的，我的爱好，你选一个。我的爱好。来看一条短片。我喜欢唱歌，没事就会跑到 KTV 去一展歌喉，一起来听一听吧。上大学的时候，经常会参加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还会参加校外的一些比赛。然后呢，我还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的拉布拉多，今年2岁了，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跟狗狗在一起，陪它玩，陪它闹，陪它一起长大。它已经完全融入了我的生活。李翠怡，观察人群，球类爱好者，我的宝贝。球类爱好者。打了11年专业排球，5年羽毛球，3年橄榄球，2年躲避球、乒乓球，是实实在在的运动健将。江淑琴，在意的表现，小惊喜，理想的他，理想的他，希望能给到最够的情绪价值，温柔、有责任心、有担当，不要大男子主义的男生。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我想问一下女嘉宾，平时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会做什么？我其实挺讨厌独处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粘人的人嘛，所以我更希望男生能经常陪在我身边。我跟那个旁边这个女生其实差不多，我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有身边有朋友在一起。我独处的时候喜欢听歌，而且反复听一首歌。好，谢谢女嘉宾。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坚持选中间的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你的决定是？
哇！我是最多人最简单的眼神，也构成了是你的。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三位老师好，20位女嘉宾好，我叫卢建明，今年34岁，来自于深圳。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做菜能让我放生姜。因为我呢喜欢生姜呢，是来自于我妈妈。我妈妈做菜的时候呢，基本上会放很多的生姜。因为从小呢和父母分开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父母做菜，我一口都能吃出来，这是父母的味道。11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一般如果菜里面放生姜是怎么个放法？是切块儿，还是切那种生姜丝或者生姜米？因为我不太能接受生姜米，我不挑出来的话很麻烦。我基本上会切成块或者切成片儿，不喜欢它的味道可以是单独拿出来。好的，谢谢。我记得在网上看过一篇文章，大概意思就是姜你能不能有点出息？你跟什么菜弄在一块就像什么菜。跟土豆烧像土豆，跟萝卜烧像萝卜，你跟鸡块烧的就像鸡。放在哪儿？你不小心吃了一坨姜。范浩然，我印象中妈妈的味道就是白水煮面条，就是我妈妈不怎么会做饭，然后我饿了，她就用清水下点面条，我就吃了。小时候觉得一点都不好吃，长大了也不怎么能吃到了。不用这么悲伤，但是有一个不怎么会做饭的妈妈，就一定会有一个非常会做饭的女儿。我们家的年夜饭都是我做的。哦。就是从西餐、中餐、甜点、荤菜、素菜都是我。哦，好厉害呀！像你这样的，你是希望一个女朋友就像这样？也会一手好厨艺呢，还是你最好什么都不要会，我做给你吃就好了？我自称我喜欢的烹饪，我喜欢做菜，每次在家的时候都是我来做，因为我特别喜欢做菜的那种感觉，特别喜欢做菜的那种感觉。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你建议我爱买钢笔。你喜欢买钢笔？对，我特别喜欢买钢笔，每次走到那个钢笔店，我都会多买2杆，或者是去逛一下。你买来是收藏、喜欢，还是它有功能性的？收藏也谈不上，就是我个人爱好，因为平时呢，就是我爱写字儿，就是每次看书的时候呢。我旁边都会放一杆钢笔，就是写的时候以我自己的感悟记录这个书本的一段话。哦，这是你的字吗？是的，是的，这是我的写的字，就是看着书时候就突然就一点的灵感就写出来。找到能协调的方法才是重点！感叹号。好像一个老师的这种批语啊哈。这个男嘉宾的字好像还挺有性格的那种哈，飘逸潇洒，力道十足。台上的女生的字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我们准备了一些。这是哪一个的字啊？这个是我的字，这是我喜欢的一句话：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
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对于我来说，只要我喜欢的话，我不会在意什么稳定、什么家庭条件。只要我真的喜欢对方的话，他一定是我疲惫生活中的唯一的、最后的英雄梦想。真的可以，真的可以。这谁的？这是我的。因为我没有其他女嘉宾那么有文采，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就是讲的爱情观什么的都讲得很哲学。然后我就是一个很实在的人，我就过来就是找男朋友的。你读一遍吧，用你的语气。老虎不发威，你当我男朋友吧。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抱怨没用，你得抱我。确实不一样风格。这谁的？我写了2段话，一段是写给家人，一段是写给爱人。关于家人的话，我觉得家人之间的爱没办法非黑即白，相互依存就是同时损耗又修补着。就这句话，它非常非常触动我。就是找工作那段时间，我妈妈有一天她早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问我你今天干什么？我说今天我要去公司面试。然后她中午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当时因为我被拒了，我就心情很不好，就跟我妈妈说，我说你怎么一天给我打这么多电话，像是要监视我的行程。然后我妈妈她当时就非常生气的说了一句，她说那我以后就不给你打电话了。就是有1个月之后呢，我就给她打了一个视频，我们没有再去提到我们1个月没有联系这个事情，就很自然而然的，我就跟她说，我说妈，你女儿怎么这么差劲，好多公司都不要我。然后我妈当时她就跟我说，其实我就希望你好好的去生活就好了，不需要你挣多少钱，找一个什么多体面的工作。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我曾经不经意间伤害最深的人，却是在我最脆弱的时候做我最坚强的后盾。好，你最喜欢哪一个？我喜欢5号女嘉宾说的这段话，非常感动，也非常感人。父母呢，对孩子的要求其实是很低的，就是只要你快乐，哪怕你在找工作当中遇见各种困难的时候呢，回到家里有一个温暖父母在。杨圆圆讲到的那种家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之前描述过的那种共生关系，就两者没有特别清晰的边界，用爱的方式，有些时候是一种控制，你要挣扎，你一挣扎他会难受，你又会觉得想要去靠近，其实是一种这样模糊的状态。来看片子。寻找香格里拉的菌菇，云南曲靖的鱼子酱，新疆昭苏的羊肉，收集海边的石头，山上的松针，路边的野花，这些都是我珍贵的食材和创意的来源。我叫卢建明，是一名法餐主厨。小时候呢，经常吃不饱，所以从小就有了一个做法餐主厨的一个梦想。后来也很幸运遇见我一个法餐师傅。那时候为了搞明白一道菜的做法，我坚持待在厨房14个小时。通过不断的努力，我也成为了一名主厨，为餐厅获得米其林推荐。现在我和朋友合开了一家法式餐厅，我也成为了餐厅的主理人。我喜欢将生姜加入到法餐中，这是我记忆中最熟悉的味道。我妈做饭都会用大块的生姜，菜里都会放，所以我喜欢生姜的味道。我会把生姜做成酱汁儿或者装饰，把妈妈烟火的味道融入到我的法餐中。我喜欢徒步旅行，最长的一次用了1个月。
从新疆克拉玛依徒步1000多公里，走到了伊犁。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泡上一杯茶，读一本书，用钢笔在空白处写下自己的感受，作为一天的结束。当兵时汶川救援的经历改变了我人生的态度。人生无常，学会和自己和解，把自己有限的时间放在喜欢的事情上。生活匆匆忙忙，未来我希望能让它慢下来，也希望身边能有一个人和我一起过慢生活。23号。Hello， 你好，男嘉宾。我妈妈以前跟她一个朋友开了一家大排档，当时我看她其实每一天也差不多要忙14、15个小时，睡的时间特别的少，所以其实我挺能理解您的心情的。然后你闲下来之余，你还可以去做一些就是其他就徒步旅行，我觉得男嘉宾的生活节奏还是蛮不错的。15号。你好，男嘉宾，我也是个餐厅老板。你自己在店里的话也是担任厨师的，那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就是摆盘的怎么样漂亮，可以教我？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15号。你好，男嘉宾，我也是个餐厅老板。你自己在店里的话也是担任厨师的，那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就是摆盘的怎么样漂亮，可以教我？其实摆盘呢，我觉得这些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灵感。我去北京的西山，我是爬山的过程中啊，就是偶尔的遇见一个山上的松针，我觉得特别漂亮，就带到我们的餐厅，通过加工做一个摆盘。真的是艺术哈！哇哦，好美！哇，太美了。这个是在新疆，是只找的牛肉。我说只找的牛肉，这也出不来效果。路过一个小山丘，突然就想起来，它上面让我看到一个蒲公英，因为蒲公英是可以食用的，融合进来做出来一个这道菜品。对，这就是我理解的创意，就是在法国，高档的厨师就是艺术家的待遇。你看看人家摆盘出来，这不就是艺术吗？它跟画还有雕塑都有千丝万缕的连3D 的一个画作。关键它还有实用价值。我们中国的食材啊，其实很优质的，包括我们上一次为了寻找食材去了云南，寻找的鱼子酱，这就是鱼子酱的一类，就是鱼子鲟鱼，这个是10年到15年的鱼。哇哦！就像我们云南的松露，也非常优质。好，还有这个云南的菌菇，就是松茸。还有宣威的这个火腿呢，它非常优质，它也像国外陈年，比如说是48个月或者更久，它完全可以和意大利那个帕尔马火腿来媲美。哇！说说你那个徒步的壮举，从克拉玛依出发去伊犁，伊犁州那么大，你去伊犁的什么地方？也不是，我最早出发的是从库尔勒出发。库尔勒想去读山子，我们队员当中啊，有人坚持不下来，所以我们也要迷路了。因为当时手机它没有信号，我们队员呢当中有人是去玩那个无线电比较好的，用这个电台呼叫，我们才找到自己的位置。他是我听说过走错路走得最远的，走差了100多公里。你看他这个路，再往北去一点点就是乌尔河。乌尔河是雅丹地貌，是的，魔鬼城，魔鬼城非常美，就在乌尔河、赛里木湖、果子沟都在那一带啊，哎，非常美，非常美。看下面一条，我喜欢的女生有乌黑的秀发。23岁在上海出差，我遇见了我的初恋。
回北京之后，我们开始了异地恋。那一年我刚做了副厨，白天因为工作很忙，我们只能晚上通过微信聊天。周末一有时间，我就会去上海陪她。要不来上海找份工作吧？好啊，我试试看。但是这件事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努力过，但没有成功。他还说我没有把他放在心上。我觉得很难过，在这段感情中，我其实很在乎他。火车买不到坐票，我就买站票，从北京到上海。他喜欢吃上海菜，我就学着做上海菜给他吃。我也试着在上海找工作，我能为他做的我都会去做，但是他还是说我心里没有他。我觉得我很困惑。后来我遇见了我的第二段感情，她是一个很主动的女生。她邀请我一起去海边散步。当时想女生都这么主动了，作为一个男的，我应该更主动一些。于是我向她表白了，但是没想到她拒绝了我。我没有放弃。七夕那一天，我亲手写了一封信，放在花里。等到0点，在七夕的第1秒钟，将鲜花放在她家门口。我当时期待她开门，又很害怕她开门，但没有等她回复，我就转身离开了，也算是为这段感情写下一个完美的句号。我在恋爱中满足感很低，一杯水，一句话，只要对方让我感觉到他心里有我，我就很满足。将来我要开一家融入你名字的餐厅，我在厨房做菜，你在前面做花艺，岁月静好，细水长流。本来第1秒钟送去花儿，挺好，挺浪漫一事儿，怎么给他说出来，觉得哪里不对？凌晨的第1秒钟，拿着花到人门口，放在门边儿，有点吓人。Amazing。哎，你那时候已经分手了吗？已经分手了，但是呢，这个到这一天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想再争取一下，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喜欢，你要去勇于去追求自己喜爱的。但是你放在那儿，你也没说什么。你都不敲门吗？对呀。我当时想去敲门，但是我伸手的那一瞬间呢，我这还是放下了。我觉得我敲门的过程中，我能想到他可能是开完门很感动，这两者就拥抱。这感动过后的会让我觉得，今天感动了，可能以后你不感动了，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在一起谈恋爱。他的初衷是想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如果这样的挽回反而不是自己想要的，有一些纯粹好像逝去了，是这个感觉。刘云杰，我刚刚在那个 VCR 里看到你有说，就是你会为未来的他就是开一家带有他名字的餐厅，是吗？是的，这个我的想法就是我以后会开一家餐厅，融入他的名字，以他的名字为做一个餐厅。我可能就是我在厨房做菜，他周日的时候呢到餐厅去剪剪花艺啊，这样在一起度过也很愉快的一个周末。徐美云，男嘉宾你好，我想问，就是你喜欢七夕的时候0点就是给女生一些惊喜，你是这样一种非常具有仪式感的人吗？这个偶尔会纪念日呀，或者是这个特别的节日，我会买一些小小的礼物。就是这种礼物呢，可能就是好看的耳钉啊，或者是好看的裙子，我都会买给她。但我特别喜欢给女生买裙子。你确定你的眼光？法餐厨师死于一条裙子。
你买过多少裙子？我不记得有多少了，但是我觉得我买完之后呢，女朋友都非常的喜欢，而且买的也挺时尚的。因为我对裙子的要求其实也首先要看它的线条好看嘛。你买的什么样风格的裙子呢？基本上是以长款，就长裙。啊，他喜欢乌黑的秀发，乌黑长发，长裙曳地，就是典型的法式女苏菲玛索的那种形象啊。但是好像女生听到这个的反应会是，你有一点把你的爱好强加于我的感觉，因为也可能那个女朋友平时喜欢舒适的裤子呀，对，她喜欢自己来决定穿。如果是我在想，如果哪怕我有这个爱好，我可能就换一个词，我会说不会说我喜欢给你买很多裙子，我会说我会愿意帮你挑裙子。其实你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但你愿意帮他挑的时候，内含了几个前置的前提，就是第一是你想选裙子的时候，第二是你有为难的时候，第三是我能够用我的艺术审美、我的美术上的造诣提供我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你做决定。所以其实只换了一个词。那你刚才男嘉宾说到买裙子那个快乐，对，他很真实，他其实只是说他想帮你挑，因为他用铅笔、用钢笔可以画出，他观察蒲公英，他观察一切美好的摆盘，他很多摆盘的盘形都直接可以设计成裙子的曲线，只是一个小小的表达上的用词上的置换，太遗憾了。再见，谢谢老师。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三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你们好，我是邹乐平，今年39岁，来自江苏南京，谢谢。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们在相处的过程中能够坚持使用礼貌用语，谢谢。哦，陆纯。男嘉宾你好。你好。我很赞同你这个观点。谢谢。因为我觉得就是两个人相处的话，其实要给予相互的尊重的。我是同意你这个看法的。好，谢谢。4号。男嘉宾你好，在我的生活中，礼貌用语的话，我会对我们的就比如说陌生人或者是不太熟悉的朋友用的会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在亲密关系中，如果经常使用礼貌用语，比如说谢谢您我觉得这样的话反而会使这段关系变得很生疏。对呀。不知道你是否认可这样一些观点？就说不认可。不认可。其实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总是把最彬彬有礼的一面展示给了陌生人，但是对于我们最亲近的家人，我们往往都是给到一种不太好的态度。我是不太喜欢这样子的。比如说，我跟我的妈妈相处，我从家里走出去，我也会很真诚地跟她说再见。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很习以为常，而且会让我感觉很棒啊。我特别欣赏男生这么说。没错，男嘉宾很注意这一点。他刚刚上台站定的时候，朝2个方向鞠躬，都是接近90度。包括刚才女嘉宾的沟通，都下意识的会跟一句谢谢。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觉得好像亲人之间不顾忌了，似乎就是一种亲切的表示。还有一种会把负面表达认为是爱意的表达。对，所以这就是杨圆圆说到的那种，你又感觉到离不开对方，但是在一起的时候总觉得有点不舒服，又想弥补，就是那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谢谢3位老师。您的第2个问题是？
我不希望你介意我在做家务的时候唱歌。为什么做家务唱歌会被人介意呢？太难听了吗？你唱了些什么曲目？我可能会唱，像我这个优秀的人。如果你想象一下，你男朋友一边在唱这样的歌，一边在拖地板，你会觉得他好可爱啊！像我这么优秀的人正在拖地板，正在为你拖地板，我很想知道范浩然在做饭的时候你会唱什么？我听情歌多，我也可以唱。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难道你不懂我的心？我要用什么方式去表明？忘了歌词了。很难有一首歌曲到后面马老师才找到 key， 就是很好很好很好，有你的特色，跟任何人都不一样。你在事业做好了之后叫人来吃饭，你会怎么说？我做好饭了，可以过来吃吗？好不好？还有眼神，还有眼神。15号。你好，男嘉宾，我也是工作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我都会唱歌。唱2句。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再坚持一天，然后星期天不上班，一直睡到下午，这就是我的一天。马佳，这个找得快。一张嘴这儿来了，只有节奏。来看片子。钻石晶莹剔透，珍珠丰润瑰丽，玉器温润淡雅。每一件珠宝瑰丽夺目的背后，都蕴藏着设计者的用心。我是邹乐平，一名珠宝设计师。2010年正式进入了珠宝行业，考取多个国家级珠宝鉴定专业证书，策划近100场大型珠宝沙龙及讲座，多次担任海内外知名艺人的珠宝设计工作。2019年，我成立了自己的珠宝工作室。小时候我就对珠宝柜台里那些亮晶晶的小玩意儿呢很感兴趣，常常一看呢就是大半天。从业12年，我现在对珠宝有了新的认知。再昂贵的宝石也不过是锦上添花的物件，绝不是人生的必需品。好的珠宝更像是传情达意的一位老朋友，应该是有故事、有温度的。男人都有一个武侠梦，我也很喜欢武侠电影，尤其是喜欢李小龙。在他的影响下呢，10年前我接触了双节棍，并把它变成了一项很酷的爱好。可能是我心态比较年轻的原因吧，比较喜欢跟年龄差距比较大的年轻人做朋友。身边的小伙伴都是95后、00后，和他们在一起玩，我有一些打开局面的小妙招，他们也让我感到满满的青春和活力。2号。Hello， 男嘉宾你好，你好，我们是同行。哦，你好，你好。对，我为什么现在会作为一个珠宝人或者是珠宝搬运工吧？是因为我小时候看到我妈妈的那些首饰，我都特别的心动。然后上学的时候去那些饰品店啊，我看到那些琳琅满目的东西，我就想买饰品，一路买到成年以后，到13年开始变成了一个卖珠宝的人，这就是我为什么会从事这个行业。所以我也很好奇，作为一个男生，对他的这个
最初的一个喜欢，并且一做做了这么久，你是有哪一件事情的发生吗？其实直到在几年前，我的一位朋友也是我的老师，他跟我讲了这样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他说啊，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啊，非常的棒，非常能够让人开心和幸福。因为找我们来的所有的顾客也好，朋友也好，他们都带有一种由内而外的那种开心和喜悦，也会影响到你，你也能把这种喜悦和开心由内而外的感受到。很有道理。你想想，你每天工作生活的多快乐呀！追求快乐，难道不是人生当中的一种至高境界吗？对，因为就是有分享一个小的幸福点，就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结婚，尤其是戒指在我这定制设计的，然后在婚礼的殿堂上面，他们交换戒指，看他们戴上去的那一刻，就我都有带入那种幸福感。没错的，因为我设计的一些珠宝能够帮助很多的男孩子或者女孩子，他们最终能够达成心愿的那种感觉，对我来说是非常棒的，非常有成就感。就我觉得，那我们也很幸福，我们见证这么多年轻男女在这儿爱情迸发的那一刻。所以我10几年都没有离开这个舞台，也是有道理。很幸福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也感受到了。谢谢3位老师。17号，说一说你们的职业会给带来的那种感受。我是房地产行业的，来我们这边买房子的新人也很多，因为其实我们就给新人会有很多小礼物什么的，就比如说送电器之类的，就我看到他们很开心，我也很开心。24号。男嘉宾你好，你好，我的工作是做园艺的嘛，就是跟花花草草打交道，然后就会帮这个也开心。对，因为他们都是很有生命的嘛，那种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吧，看他一点点长大。谢谢女嘉宾。其实呢，你说到这一点，我认为珠宝它也是有生命的，只不过它生长的稍微慢一点点。比如说像钻石，它可能要长几亿年。而且当我把它在设计变成一个精美的首饰的时候，我似乎能够感觉到像是在给它赋予一种新的生命和新的感觉。这个是您设计的？对，它是一个珍珠的胸针，它还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故事啊。那这位朋友呢，其实是在几年前买了一串澳白珍珠的项链，但是他当时戴的呢有点长，于是他拜托我把上面的几颗珍珠摘下来，它这样的长度就刚刚好。摘下来的几颗珍珠啊，他又觉得说能不能够让它物尽其用，于是呢，那我在1个月前，那就根据这颗澳白的珍珠，那搭配了钻石，把它设计成为这样一个有一点点复古感觉、有一点欧式的这样一个胸针。我在来之前啊，稍微做了一点点小功课，就是我根据3位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气质和性格，匹配了3种珠宝。那这样一款珍珠，我认为非常像黄老师的那种低调优雅的性格，但是在不经意当中就能成为人群当中最光亮、最闪亮的那颗星。哇，说的我真的是……哎呀，他心花怒放，听着。这个是成名的了吧？对了，这我 hold 得住。哎呀，你看。就是比起我这种低调的，你好像有点高调。何止高调，有点浮夸。这个猫眼石我就是为孟非老师来匹配的。它能够体现出孟非老师这种睿智过人、气宇不凡，和他匹配，那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您说是吗，孟老师？我必须说是，我必须说是。我要带着他，我出门走路就得这么走。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感受到最大的是什么？对自己热爱的东西。他说的时候，人是在发光的。是。17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看到您刚才的那个 VCR 里面说您有一个武侠梦，然后我就想到了我自己，就是我也有一个武侠梦，像金庸还有像倪匡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家。
然后我也看到您在去玩那个双节棍，就是我是从6岁练跆拳道，之后练了1年的极真空手道，练了1年的武术，然后也会那个少林棍。哇！是我就想知道，你会不会带着女朋友一起去练点什么东西，或者就是对抗？你看他说话那个叫，还练了这么多兵器，棍棒什么极真空手道。对，所以爱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他还喜欢金庸，你最喜欢金庸笔下的哪一个女性形象？你最想代入成你自己？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最喜欢金庸笔下的哪一个女性形象？你最想代入成你自己？其实我想带入的是阿紫，他可能希望身边有一个那样盖世英雄吧，然后身上又有一点悲剧色彩的那种爱情。对，陈老师最喜欢哪个金庸笔下的女性？我这种情况只能说小龙女吧。哎，他媳妇儿比他大，所以他喜欢姑姑。你就是多了一只胳膊。对，这样就特别好。好，看下一条。后来我才明白，爱始于细节，不爱也是。10年前，我遇到了一个女孩，身处不同的城市，她却愿意花所有的时间来看我。每次见面，我真切地感受到她热情和爱意。相处半年后，他放下一切来到了南京。当他拿着行李箱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蛮感动的。如果有一个人能够为了你选择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我认为我也很有义务去好好的珍惜这样一份情感。相处半年后，我们走进了婚姻的围城。婚后的琐碎生活就让我们双方的性格当中的这种矛盾呢就暴露出来了，像杯子的摆放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杯子别放这儿。空调的温度，空调26度，你又忘了。纪念日的一些礼物，甚至呢到最后，只要2个人一开口说话，就会成为吵架的导火索。8年的婚姻，我们最终选择了和平分手。其实呢，我也想过无数次，到底2个人为什么会分开？可能是在结婚之前都对对方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反而会对对方有更多的这种包容性。但是在结婚之后，这种包容性减少了，要求呢2方都增加了，像弹簧一样互相较着劲儿啊，最终也就是一种无法挽回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我觉得任何一段婚姻或者情感经历呢，都不应该用失败来形容。虽然最后选择了分开，但是呢，在这段经历的基础上，我们又去重新开始，寻找各自更加幸福的生活。所以呢，没有任何一段婚姻或者情感是真正失败的。走出这段婚姻，我明白了一些道理。好的爱情应该是能倾听内心的声音。我不希望未来的你打着爱的旗号，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对方。我希望我们彼此呢都能宽容一些，在对方需要的时候给一个真诚的拥抱。我们台上有过婚史的是24号，但是你灭灯了。对。但是刚刚看到他的 VCR 也挺有感触的。你这8年婚姻当中有孩子吗？有的。哦，对，我也有一个孩子。你灭灯是因为有孩子的问题吗？对，我父母不太能接受有孩子。但是离异是可以的。哦，是的。江淑琴有问题吗？我也有一点介意，但是我想说的是，看完这段 VCR，
我自己是很有感触的，因为我是为了男生跑到他的城市，就是一切重新开始。我觉得我付出还挺多的，但是我们这段感情也没有走到最后。说实话，就是败给了生活当中的琐事。祝福男嘉宾，谢谢。说一下你择偶的一些要求。我希望啊，双方能够很自然的在大多数生活当中的事情都能够达成共识，而不需要太多的迁就。我是希望这样子的。我听到你在 VCR 里面反复的说，就是我不希望迁就，以爱的名义。对。这个事情是因为那个女生离开了她熟悉的环境，到了你的城市，她生活中没有别的寄托，而对婚姻生活就开始提高了标准和要求，还是说她本身性格当中就比较强势，她很习惯的把她的标准强加给你？我比较倾向于后者。我不希望用一个就是他强加于我的这样一个描述方式，可能是真的我们在性格和一些生活习惯当中的这种不匹配，导致双方都需要耗费比较大的精力去迁就。就比方说一个杯子你这样摆，他一定要那样摆。对。其实迁就是很消耗精力的，是需要很大的输出的。可能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乘以365天，甚至乘以这一辈子。它可能会无限的放大到一个两个人无法承受的一个地步。是，其实刚才大家在问，就是他喜欢什么样女生的类型，但他举出的是你喜欢什么样的相处的方式。我有在想，他为什么那么烦迁就，就是因为他的职业啊太迁就了。设计师跟艺术家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设计师是客户中心的。而且你是做私人定制的，所以来找到你的每一个个体都特别的鲜明。你要足够懂他，彻底进入到他的世界，了解他的喜好，然后来匹配好的宝石、好的设计、好的样式。你所有的精力都在迁就，所以你在职业当中已经付出了那么多了，所以在爱情当中，你更希望有一个自我的小圈子，而且希望对方喜欢这个本真的自我，尊重那个彼此的空间和距离。是的，我非常认可陈老师的这个说法。我能问最后一个问题吗？好的。你刚才匹配了那么多的宝石也好，人也好，你最喜欢哪一种？我最喜欢的就是钻石，因为它最纯粹，而且最晶莹剔透，你一眼就可以看到它的全部和内心。当你一眼看到它内心的时候，你仔细去看，你会又发现你琢磨不透它，它里面有很多的折射面，似乎非常的神秘。他是有自我表达的，他所有的主宝石的周边都会镶满他最爱的钻。好，谢谢。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孟老师好，还有陈老师、黄老师，还有24位漂亮的女嘉宾，还有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辛中环，甘肃的敦煌长大，现在定居在杭州，今年23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可以和未来的另一半能够用更多的碎片时间去探索生活。用碎片时间探索生活，整段的时间干什么？整段的时间要工作啊。
那我解释一下，我这个就是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工作就很忙，然后昼夜颠倒，所以我很有计划性，也很有目的性的去利用这个时间，然后希望每一段时间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安排。比如说我的3点到4点我一定要放松，然后6点和7点我一定要去跑步啊，就是这种户外的活动。22号。Hello， 大家好，我是22号女生杨嘉欣，我来自四川成都，老家是吉林延边的。那目前呢，我是一名礼仪老师。那因为我特别喜欢跑马拉松，然后我爸爸也是，所以呢，只要这个男生喜欢跑马拉松，或者说他喜欢运动、爱运动的话，那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父母，而且他们会非常开心。你能跑多远？如果我一个人跑的话，我参加过半马，半程也行，21公里。哇！达标了，达标了。你要再单身时间长点，就能全马了。对，我在努力，我在努力。4号。男嘉宾你好，然后我大概有4个手机。所以我会利用很多碎片时间，然后就是玩4个手机，然后你能够接受这一点吗？你有4个手机，我觉得应该配一个总机。男嘉宾可以做我的总机吗？就这样子。我觉得其实在我的印象里，碎片时间可以是这个，但也可以更多的是去做一些新鲜的事情。我觉得一直沉浸在互联网里会让人变成社恐，就是打字打得很嗨，然后见面之后不想说话，就是那样。我其实更希望把这些时间利用去做一些能够人与人之间能够接触的，或者说能够在社群里面活动的这样一个。你的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我自己的另一半过分的去依赖点评软件。陈意涵。男嘉宾你好。那如果您说就是不过分的依赖这样的软件，那我依赖谁呢？依赖你吗？还是依赖谁？依赖我也可以啊。我觉得我想解释一下这个。我当时想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一直旅行的一个方式就是 travel like a local， 中文就叫做像当地人一样旅游。我觉得就是我喜欢，比如说去了一个地方，我就吃当地人吃的。就是我喜欢随心所欲，然后有一点随机性，有一点缘分的这种感觉。是走到哪儿看到那个餐馆就进去吃。对，而且一定很家常、很地道的那种。我觉得这个会很不踩雷。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到宜宾去拍一个片子。宜宾最有名的是燃面，一个城市里边有几千家，我们要去拍，我们选3家最好的。导演组提前3、4天就去了，大街小巷的问人，问开出租的。问那个街边的老大爷，结果调研了3、4天，得出的结论前3名都去了3个点，你到点评上去看，都才3分。节目一播出，所有的看节目的人都说我是宜宾人，我证明这3家确实是我们那儿谁谁谁是最好的。来看片子。如果人生有自己的频道，那属于我的一定是探索。我是新中环，关于人生的探索，我才刚刚开始。大学时期，我被沙发客这样的旅行方式吸引，一人一包这样未知的非洲大陆。在沙发主的陪同下，我领略过参差的山脉、密布的河川，在吴哥窟追逐美丽的朝霞和余晖。在青尼罗河上和当地人一起漂流，原始草原里和野生动物来一次亲密接触。2年的时间解锁了2个大洲，11个国家。沙发主分享给我的不是简单的一张沙发，还有更多当地人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之前在非洲参加的国际免费午餐公益这个活动，其实让我的人生和让我的探索有了更多的意义。在乌干达2个月里边，我跟非洲当地的小朋友们一块儿过春节，一块儿吃饺子，然后还教他们贴对联，还教他们中文。但是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跟他们一起踢足球。
他们踢足球的时候没有特别正规的场地，就是尘土飞扬的那种草地，他们也没有很好的球鞋，但他们赤着脚拼抢那个过程，会让我觉得快乐是如此的简单，这种快乐是我很羡慕的那种快乐。在我看来，25岁是人生的分界线。25岁前，我选择做加法，探索不同的工作；25岁之后做减法，选择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现在，我在公司从事内容运营的工作。尽管工作3点一线，我每周都会抽出1天的时间去探索一些生活中意外的美好。有一天偶然间登上杭州的宝石山，然后看到还有一些余晖残落在那里，那一刻我觉得发现这样的小美好，我是非常幸运的。探索能够带给我更多的新鲜感，让我不断去发现自己擅长的事情，而新鲜的事物势必会给我带来一些不安，但征服它的过程让我觉得乐趣加倍。跟我们好好说说沙发客这件事儿。好的，这个沙发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借宿在别人家中，别人给你提供一个沙发，同时他可以带你领略当地的文化，但是你呢也要给对方一点回馈，比如说给他们带一些异国的小特产，或者说分享自己的故事。我觉得沙发客和沙发主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2个人彼此交流不同地方的人生活状态的一个过程。哦，我们稍微捋一下啊，它肯定是有这么一个机构，这是一个社团，一个社团待在里边。比如说我加入进来了，我就有义务把我家提供沙发给人家。对，只要在这个群里边人，我也可以到你也得接待我。对，相互的，这是相互的，没错。那不收费。对，而且我们还有一个亮点是什么？就是你还要对别人进行评价，就是你会给别人相当于写一封信，然后你告诉其他人这个沙发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哦。因为他最早是一个美国的大学生，要去冰岛玩。对对对。那没有住的地方，他就有那边一个学生名单，他群发了很多邮件，就问我能不能在你们那住宿。结果收到了非常多住宿的邀请，他觉得这是太好的一个机会了，他就直接把它做成了最初的一个网站。但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互评，不仅仅是你要评价沙发主，沙发主也要评价你，所以你的每一次住的经历都是你的自我介绍。对。我一开始做沙发主，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做。我当时在甘肃敦煌，有很多外国人可能喜欢从那个丝绸之路去沿着走，然后我就遇到过一对伊朗的夫妇，非常年轻，可能也25、26，他们就是在土耳其认识的，然后就是通过沙发客遇到了沙发主，最后说2个人走个丝绸之路吧。对，就是这样，有这样的，对。22号。男嘉宾你好，你好。你刚刚提到的呢有3点我都非常感兴趣。第一个就是你提到你冥想，第2个呢就是你提到你跑步，第3个呢是探索生活中的美好。所以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探索生活中美好的过程当中，能不能举一个就是你特别美好的具体的事情呢？那我可以讲沙发客这个事儿吗？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探索新鲜的事情。因为我那个时候有4个月的时间在非洲，然后我觉得我最美好的一刻是我跟一群黑人小朋友们踢足球的那个过程啊。然后他们说要不要一块加入进来，然后我就去了。我发现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穿着鞋，其他人全都是赤脚在那里跑。那一刻我就发现特别美好的是，就是原来那种最原始的那种快乐就在足球场上展现出来。你看人家光着脚，你穿着鞋，你好意思吗？因为那个地确实感觉我的脚受不了，对，因为它又烫又没有草，哇，这个是应该是我到目前为止认为我那个时候最开心的，也是探索过的最好的一个美好。真的。对。让我看男嘉宾的照片，就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都可以跟他的距离很接近。是的。我觉得，徐美云。Hello， 男嘉宾你好。你好。我刚刚看到你有就是在非洲跟小朋友做志愿者的经历，然后我也想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小小的志愿者经历。哇。我家是安徽合肥的，然后我在我们合肥是一个残障儿童福利院里面去做了一个志愿者，然后当时呢就是给那些小朋友们一起唱歌跳舞，然后呢教他们画画。
就你可以看到那些孩子们，他们脸上的笑容也很纯粹，然后你跟他一起玩的时候，他们也会给你很多正向的回馈。做这个志愿者真的让我感觉很纯粹、很简单、很快乐。是，就是简单又纯粹。对对。14号。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你，微西你说你去过很多个地方旅行，然后你怎么跟他们沟通的嘞？我的英语在口语还算可以。哦，因为我也是去过挺多国家的，然后我就比划手语，但是我英语就不会。很有用，对。然后我说多少钱，然后就这样子，然后说我要吃这个，我就然后他就给我拿，我也不知道他说多少钱，我就拿一沓钱，他就抽。啊，那你这个容易被骗。他会不会跟你说不够？好，看下一条。我曾经想过，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要不要选择开始？在一次旅行中，我认识了一个曼谷当地的女孩。水土不服的我身体不舒服，她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喜欢上了她。其实我当时一直没有勇气去表白，因为我觉得跨国恋情好像不是那么现实，没有什么未来，也看不到什么结果。可是我思来想去，觉得感情要活在当下，把握眼前的幸福，才不会后悔。我鼓起勇气表白，做我女朋友吧。在一起后，我们牵着手去沐浴大皇宫的阳光，打卡考山路的夜市，吹着曼谷街头的晚风，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美好的回忆。2个月后，我回国了。一开始，我们依然以视频的方式分享着彼此的日常，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让我们越来越无话可聊。后来，他告诉我，他想卸载微信，我听懂了他的暗示，选择和平分手。我喜欢独立、有个性、活泼的女生，希望你是喜欢旅行的体验派。在我看来，情侣旅行中，双方最好的角色应该是有合作的同好者，我们一起去探索这个有趣的世界，在了解世界的同时，我们会更了解彼此。还谈过泰国女朋友，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在我大3的时候。哦，多长时间啊，在一起？我们在泰国应该有3个月。他是沙发客认识的吧？对，他是沙发主，我是沙发客。这个起源是这样的，就是当时他是在一个泰国的英语支教机构，然后他这个沙发主的集体是那个机构，然后我是在这个机构认识的这个女生，因为泰国那边空调开得很低，然后就感冒特别严重，对，他就挺照顾我的。还有一个点就是，确实在外国生病了挺麻烦的，因为那个药店的东西我是看不懂的，他当时给我买那几款药，我都完全不知道。所以我非常感动。对。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我们当时在曼谷的那个考山路那边，他那个基地就在考山路。全是游客，全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在那考山路上。对。然后我们俩就去了，然后玩到很晚的时候，然后我跟他独自回去的时候，我们就走到那种暗巷里边。他听到旁边有一个人说，后面有一个人一直在跟你们，所以当时他就想了一个比较巧妙的，他把那个男士拉着我们3个人一块从旁边的那种侧门，就是窜到了主巷里头。对，所以我觉得无时无刻有的时候他在保护我那种感觉。这个很浪漫哈，这是个非常浪漫的故事。李嘉欣，男嘉宾你好。哎，你好。就是你们分手的原因，你说他说想卸载微信，但是你有没有考虑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在国内，他在他的国家，然后你忽略了一些细节。
然后让他感觉没有安全感。他就是说借微信来闹一个情绪，你为什么会觉得是要跟你分手？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为什么会觉得是要跟你分手？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异地恋挺难的，甚至异国恋更难。然后当时我在相处这段感情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结果，就是我在想，如果我回国了要怎么办？而且回国之后疫情就来了。我们俩都是一个类似于探索频道那样，我遇到什么好看的、新奇的、有特点的，我特别喜欢给我的另一半分享，他也是。但是那个时候我天天关在家里边，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他分享，他也其实也就觉得单方面没有意思。有一个问题，我经常在这个台上听有男嘉宾或者女嘉宾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吧，一个谁谁谁对我很好，但是我一想，我跟他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不可能有结果，所以没有结果的，我就没有开始这段感情。这件事儿大家怎么看？17号。我是很赞同的。我是觉得没有结果就不要开始，毕竟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为什么我要浪费在一个绝对不会有结果的人的身上？8号。大家好，我是8号女生，我来自山东青岛，然后我现在是研究生在读。因为我很认同男嘉宾的观点，就是他很享受这个过程。包括我也是，如果我想谈恋爱的话，哪怕是没有结果，我也会很享受这个过程。就因为我刚才看男嘉宾谈起他前女友的时候，感觉也是很甜蜜的，就是说明他那个过程是很快乐。虽然现在没有结果，但是起码他经历过。谢谢。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答案，或者说唯一答案。每个人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不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度过一生。但是我个人比较欣赏刚才8号女士说的这个话。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下什么叫结果。人生的结果是什么？人生的结果都是死，不管你是谁。我们为什么还要让我们的生活那么丰富多彩？那不就在于这个过程的美好和丰富吗？这只是我对这个事儿的看法，尤其是你们还这么年轻。但我在想，就是刚才你在讲那个故事开头的时候，黄老师就扭过头跟我说，就说我真的好浪漫。但我在想，为什么这个故事一开始我们都没有听到那么多细节，就已经觉得它很浪漫了？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它听起来特别像没有结果。就浪漫有一个本质属性，就是反目的性的。所以你是非常少见的，在这个舞台上讲前女友甜蜜细节，讲到如此细致，都没什么人灭灯的。这也为什么？就说明大家对真正很纯粹的感情和纯粹的浪漫，其实都是支持向往的。22号。男嘉宾你好，因为你刚刚提到你非常喜欢旅行，然后我也比较喜欢旅行，但是呢，我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不太喜欢做攻略，然后我就想知道你喜欢做这些事儿吗？我自己是喜欢的，但是我真的很希望我的另一半也能够喜欢，或者说也能够慢慢的去喜欢上这种有。因为我觉得2个人一起去旅行是同好者的感觉，所以我更希望就是2个人在旅行的过程中是一种相互照顾，同时呢相互探索的过程。那你觉得旅行当中，就是情侣出去旅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冒险的精神。我希望我的另一半，我们俩能够一起发现一些枯燥的职场生活，或者说日复一日生活中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对。刚才这个问题一问，虽然是在问男嘉宾，我脑子里边快速在想，要有人问我，我怎么回答？在他回答完了之后，我想到了，同频最重要。
如果两个人在各方面的兴趣爱好都同频，那才是一个特别好的伴侣。而且旅行完了之后，两个结果：感情增加和结束。最后一个问题，9号。大家好，我叫车婉婷，我是9号女生，我来自于山东烟台。我想问一下你，你喜欢你的另一半非常有主见、有自己的想法吗？当然。然后我想问一下，如果你在恋爱当中会有小缺点吗？其实我也有很多缺点，因为我觉得我在谈恋爱的过程中是一个很粗心大意，而且有时候可能会，怎么说呢？自己没有那么很精益的去照顾到对方。但是我觉得我在努力的去改变。他一说缺点，我紧张的脚趾头在抓地。好，3个。现在留灯的是3号、22号、23号，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有请22、23号。来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陶曼。智推，新中环的智推女生，也是10号陶曼，厉害了！因为我们是和天造地设的一对，人生不完美，被你去替代。男生开朗健谈，爽朗有趣，做事认真，擅长规划，关注细节，有很强的上进心。感情当中追求棋逢对手的感觉，一旦认准的人就会特别用心的对待。女生精致秀气，开朗大方，敢想敢做，有创新力。感情当中享受两个人情投意合、相依相偎的感觉，两个人属于比较互补的类型。男生需要注意温柔随和的状态，更能够让女生感觉到舒适，供两位参考。我们来看3个女生的基本资料。李翠怡，我的快乐生活，球类爱好者，我的宝贝，你选一个。我选第一个吧。好，来看条短片。我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每当有假期的时候，就特别爱外出旅游。别看我工作的时候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人，但其实我是在生活下是特别爱笑的一个女孩。看到我的外表，你应该很难猜到我是一个运动达人吧？而且我还是一个特别臭美的人哦。从小就特别喜欢跟小动物接触，家里面还有7只猫猫哦。除此以外，我还是一个做饭小达人。你是那个喜欢分享生活的人吗？豪迈，自由的灵魂，吃货的自我修养，人在旅途。3号吧。我平常很喜欢出去旅游，海边、坐船拍照，还有游乐场之类的，我都很喜欢。在一次旅游中，我对射箭产生了兴趣。我非常享受在旅途中给我带来的快乐，还有无拘无束的感觉。希望以后可以有人和我一起享受这份快乐。杨嘉欣，我的爱好，理想中的爱情，我的人生观。我的爱好，
因为爸爸的影响，喜欢上跑马拉松，经常会去各个城市参赛，觉得跑马拉松的过程很像是人生的缩影。几个小时的路程，有惊喜，也有无尽的疲惫和枯燥，每次都是和自己不断较劲的过程。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我在想，如果我们今后能够一起出去旅行的话，你会带哪3样东西？我的话应该会带很多换洗的衣服先，然后3件。然后就是泡面是一定要带的，因为可能有为什么要带泡面？因为泡面可以干吃啊。救急吗？对，然后还有一样就手机可以吗？我以为他说手机、充电宝、充电线3样。我会带足够的现金，然后会带一个箱子，然后就是会带一些化妆品什么的。为什么要足够的现金？因为就是有些地方他们那儿只能够接受一些现金这种。我会带手机、充电宝，还有运动鞋。要跑步去了。你呢？那如果我跟另一半出去，我第一应该会带一个便携非常小的热水壶。我是特别喜欢去那种苍蝇馆子或当地的饭馆吃饭，然后经常可能有些女生肠胃不太适应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必要的一个。然后第2个呢，如果真的和另一半出去，我一定会带上我自己的相机。然后第3，手机。他有热水壶，他带了泡面，反正这也蛮搭的，就是。他们俩像一个旅行团，一个导游，一个领队。对。好，要做最后的决定了。如果坚持选择逃慢，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我还是要坚持我自己的想法，2位女生请回。最后争取一下。因为我当时在做那个问卷的时候，真的是凭直觉，我也不知道对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这是第一步。第2步，我在选心动女生其实是蛮纠结的，因为我划了很多圈，因为我一直很相信感觉。然后第3，我觉得一开始看到你是一个很文静的女生，就是在上来的时候，但是我看到了我选择的那个视频，其实你和我一样，应该都是一个比较喜欢探索新鲜的事儿，去尝试自己没尝试的事儿。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机会去做一些这些新鲜的事呢？好，逃慢。因为就是之前我一直没有说话，因为我看到你的 VCR 当中，其实有几个点就是有让我想灭灯的冲动。一个是你觉得就是跟女朋友时间久了没有话去聊，我是觉得怎么会没有话聊呢？连每天天空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说你喜欢一个有计划的去旅行，我这个人就是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喜欢说走就走。然后我也是说走就走，但是计划性和这个不冲突，我觉得。是因为一般我出去玩啊，就是我可能会睡到个下午，然后再出去吃个饭，然后再出门这种，对，就是比较懒散一点，对。对，所以很抱歉，抱歉。谢谢。好，来。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感谢那是你。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进不出。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啦啦啦啦。